有请主持人赵川。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直播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出100元现金券。要旅游找途牛。本节目是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的，在这里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进入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边看边聊。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观看本期节目的内容。我们今天请到的是资深的媒体人阿蒙老师，欢迎阿蒙老师。华谊家庭的副总裁曲伟曲老师，欢迎曲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他们。现在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即可上网报名，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与我们的专家在线互动。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小贤，我是来自刚果部。我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她平常对我很好，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开心。但是这个月我们吵架的时候真的很严重，她骂我打我，我真的现在受不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希望来到这个节目会帮助我。这是一对跨国的恋情，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神21岁，来自刚果部，是一名学生；女嘉宾小李22岁，来自云南，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来中国几年了？我在中国已经1年了。你们谈恋爱多久？我们谈恋爱也差不多1年了。我们是一个大学的，算是一见钟情吧。怎么叫算是呢？因为是这样，刚开始我认识的是他的室友，然后跟他室友认识了之后，有一天他室友就邀请我跟我的朋友去他们宿舍开 party， 2个人一见面就喜欢上了。今天为什么来啊？那么好，一见钟情。虽然好的话，1年多肯定多多少少有很多矛盾呀。他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什么？就每一次一跟他来中国的，我还没有习惯去中国菜。我也没有逼你说让你去吃你不喜欢吃的东西，我让你出去找，那我做错了吗？你让我去找他们写的那些字，我都不认识。我叫你了很多次，你都没有来。我叫你来让你过来帮助我，你都。但是那个时候就随便吃点什么不行吗？你就非得逼着我去跟你找。那你为什么没有来帮助我？你想我干什么我就干，我不管，我很累，我什么？你说我不管你，那我不是给你订外卖了吗？为什么你不吃呢？你还把我留在你宿舍，等你等了2个多小时，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你就直接去找你朋友了。如果你不想照顾我，你不想理解我。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找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可以帮助我，但是你是我的女朋友，你都不可以帮助我。还有一件事儿，就他让我特别生气的，就是他考那个汉语水平5级考试那一次，也就因为那一句话，他当时说如果我过了的话，我得奖学金了，我走了，你会怎么想？我当时我第一反应我就说你走你要去哪呢？我就以为你要走了呀。不要说谎，我那时候我是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我在复习的时候，我用英文问他，如果我考试考过了，我得到奖学金的话，我去其他的大学，你是会怎么想的？但是他给我说如果你会去你们国家的话，我会找到别人跟他谈恋爱。我没有跟你说我要找其他的男朋友呀，是你自己想的吧？还有就是你没有跟我强调你会留在中国呀，我当时就以为你不要我了。那时候我没有把话说完，你就生气了。我当时为什么生气？还不是因为我太爱你了，我不想你走，我当时才生气的。你没有让我把话说完，你就发脾气了，你就开始骂我。
你不爱我，如果你回去你们国家，我没有去，我没有说我想回去我们国家。好，咱们说下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事儿也不大，闹什么呀？还国际友人，你不能谦让一点吗？那一次让我最伤心的是什么？我给他削水果，削水果，我的手都被割了，止不住血嘛。他第一反应，他出来就看看，把我的手直接很大力的拉上水龙头上冲，卫生纸一包就没事了。但是血还一直在流，没止住。你用卫生纸，你包什么呀？你觉得那样算是照顾吗？主持人，在呢。别那么悲伤，你说吧。那时候我看到了他在削水果，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他受伤了，他一定会生气，一定会发脾气。所以我淡定一下，我是慢慢的去照顾他，我过去抱着他，给他安慰。但是他没有怎么说让我照顾他，他说不要碰我。但是我当时为什么不让你碰我呢？你想过为什么吗？因为你想想，要咱中国的男朋友的话，自己女朋友手割成那样，第一反应肯定赶快找止血的药，或者就送医院呀。但是你过来，你就直接卫生纸一包就没事了。我把你的手机洗干净，而且在我们房间那时候没有棉花，也没有酒精。什么都没有，我把那个手机先洗干净，然后我们两个人可以出去买药。我问个细节行吗？我怎么觉得你不像割了手指啊，你像割了动脉啊？姑娘，你拿的什么水果刀啊？就普通的水果刀。割了有多深呢？也不是很深。有多大的口子呀？就依我的生活常识，一把水果刀，当时正常的削到一个正常人的手里面，不应该流很多血呀。矫情了吧？但是当时真的是，虽然不是很深，就是因为他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去了医院止血的时候，当时医生是这么说，他说，我还说多大的伤口呢，流了这么多血，我还以为要给你缝针呢。你看这样的话，不是他的问题吗？不是，如果没有他的话，你怎么关照自己呢？在这个时候，我肯定是自己去医院了。但是因为有他在，我就想得到他的关心嘛，我想看看他会怎么对我，怎么照顾我。但是他的做法让我很失望。哎，在你们国家，你的女朋友以前有过女朋友吧？我以前有过。有过哈。对。你的女朋友手削了，你一般怎么做呀？我一定不会去医院。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医院呢？那不是你，是人家那个前女友啊。好吧，我们不为伤口大小而争执了。总之，在这个问题上，女生非常的伤心，觉得男生不会照顾她，是不是？那时候我真的，他让我去医院，我去了，他们把他的伤口弄好以后，过了几天，我看了他的手机，我发现了他把那个伤口的图片发给他的前男友，说我受伤了。我当时为什么发给我的前男友？还不是因为你自己不照顾我，你不懂得怎么关心我，我才把我手受伤的照片发给我前男友的。不，那你的意思是，如果他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城市，可能你会去找他，对吧？但是他当时并不在我们城市，怎么知道我会去找他呢？因为你把那个图片给他发了，你是什么意思？我都跟你解释过多少遍了，我跟他根本就没什么。我从来没有离弃你，从来没有让你一个人，但是你为什么把那个图片给他发了？你考虑过我的感受，而且他会怎么想到我是个外国人？你找到了一个新的男朋友，他不会照顾你，你受伤了，你还要来找我。你考虑过我的面子吗？你考虑过我会怎么想？我当时怎么就没考虑过你了？如果我没考虑过你，我为什么要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我还把我跟你的合照都发给他了。他对于我来说，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他就像我的哥哥一样。而且我当初，如果他像你的哥哥一样，你为什么没有把那个图片发给你的姐妹？我给他们发了，是你自己没看见，非得盯着我的前男友，你就查我的手机，你故意就是要查我的前男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老是就很介意我跟我前男友的事情。如果我喜欢他，我为什么我不跟他复合，我要跟你在一起呢？听明白了，姑娘，你不能这么欺负人家一个外国小伙子，即使是中国的男孩，你也不能这么欺负啊！我没照顾好你，你就发给前男友？小伙子，我支持你，你这事儿做的是对的。
你受了委屈了。你说要这些事的话，都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吧。但是他在上节目之前，他都跟我吵。就前几天，其实是这样，我当时是那几天周末在外边兼职，很累嘛。刚好那天我有时间，我就说，咱俩要不去哪逛逛，或者聊聊天什么的，你就不要出去了。他就说我都跟我的朋友约好了，我们大学同学我们要建乐队，他就非得出去，他就不陪我。结果他去了2个多小时，我给他打电话，我说我想你了，你要不你回来。我没有过2个多小时，30分钟你就给我打个电话，你在骂我，你在那里干什么？你不可以回来吗？你们在说什么？我为什么要问你说你们在说什么？是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你去了那么久。我没有告诉你了吗？你回来了，你都还不愿意回来。你当时你为什么要挂我电话？还为什么后来给你打电话了之后，你直接把手机因为我去以前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只想去找我的朋友们，我们国家的人，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见面，我们也是想安排一个乐队，可能我们学校。小沈，你告诉我这个事儿后来有什么后果吗？以后他再给我打个电话，我把手机关了啊，然后会议以后。我打开了手机，我发现了他给我发一个信息说，我永远不会跟你在一起了，我永远不会接你的电话。然后他在骂我是个滚。你竟然挂我电话，你给我记住了，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不要给我发信息，我永远都不会再回答你，滚！还把你给拉黑了是吧？这不就算分手吗？我理解。分手今天干嘛来啊？但是过了之后又想想，为了这件事情，要是真分手了，我们经常吵架的时候，他应该跟我说，我们分手吧。你不合适我，你是我不合适，怎么说？我们2个人不合适。我明白。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吧你爱他吗？我爱他，但是现在我真的受不了。你爱他吗？当然爱了，不爱我为什么跟他吵了这么多次架？你告诉我你爱他什么？脾气又不好，又不愿意跟你沟通，也不能跟你说话。但是你需要他照顾的时候，他压根儿照顾不了你，他跟你所有的思维点都不在一个点上。但是我跟他又有相同的地方，我们都喜欢音乐，我们都是因为音乐在一起的，而且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他教会了我就是学会理解别人，没觉得你理解别人啊？我以前更严重的，但是现在我觉得我都好一点了。至少他跟他吵架的时候，我不会就是一下子就火就上来了，就开始跟他吵。那你们今儿来这儿干嘛呀？我想让他，即便在生气的时候或者吵架的时候，也愿意就是告诉我他在想什么，不要逼着我去骂他。老师们你们看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除了你刚才说的，你们因为音乐走到了一起，暂且不说音乐对你们来说是什么样的意义，但是我至少知道，音乐对于你的爱情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你们之间发生过一件事情，他去乐队对吧？去乐队玩才半个小时，你就要给打电话说你为什么要去那儿不陪着你？貌似你比音乐更重要，貌似他对于你的陪伴比音乐更重要。所以一见钟情，你到底喜欢他什么？是因为那一天去他的宿舍，他跟他的室友不一样。我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在看书，他的生活习惯很好，他的房间里边不是像一些男生的那么乱七八糟的。喜欢学习，是一个有上进心的人，对，打扫得很干净很周到，你觉得他是能照顾你的人，所以实际一接触1年根本就不是啊。第一呢，语言上你们其实基本上沟通清楚的事儿很少，你的整个的理解不是词语表面的理解，而是你的臆断，而他作为一个对中文才有1年认知的人不理解，所以你们俩无法沟通。恋爱不是谈恋爱吗？你们俩交流是非常少的，而且你其实心里找的绝对不是他这样，你心里想要的不是他这样的，他只能满足你某一些方面的一些诉求，但是你真正要的是陪伴，是照顾，是你说出了1，人家就会想到3，比如你的前男友。这就是为什么你受了伤之后，你会把照片发给对方，你想从他那儿寻求这种关爱。
貌似你们之间这些矛盾是小的，但今后如果你们在一起的话，矛盾会越来越多。小伙子挺可怜的，他跟你刚在一起的时候，出去外边找吃的，他肯定语言表达不清楚，就是当时他那个焦急和无助那个心情，你体会不到。我觉得你们双方互相都为对方做过很彼此感动的事情，对吧？这个沉淀下来会成为感情基础，感情基础深厚，你们俩吵很多次，然后感情基础一点点变薄，还是可以承担。但如果吵的次数特别多，感情基础本身又不牢固的话，两个人的关系就特别容易出现问题。还有一点呢，我觉得我挺关键，可能你自己没有留意到，就是当你一旦在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不是和他去解决，你要寻找一个外在的途径。你把受伤的图片发给你以前的男朋友，寻求安慰，实际上在某些程度上一定会刺激他。所以我是觉得，人在潜意识里无意识做的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在你每一次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会形成惯性。所以我希望你能注意，就是不要在最敏感的时候再和对方保持一些联系，然后引起你们之间的这种不安。小神，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多一些浪漫，他肯定是需要浪漫。你有了浪漫，其实你做了一件事情，他往往在他回忆里会形成一个永远的印象。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你做的那些事情会帮你去化解你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我说的对吗？好，谢谢你们。从你们俩身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女生在热恋的时候像个宠儿，在婚后变成像一个怨妇。你说你喜欢中国男生对你的疼，对你的宠，对你所谓的浪漫，但是其实想想，给你包扎手，哄哄你，那就是对你的感情真了。在我看来，这个男生他谈恋爱谈得很实在，不像很多男生谈得很虚伪。该对你好的时候绝不含糊，不应该宠你的时候绝不给你摆那个花架子。你喜欢他的也许就是他的真诚，他的踏实，即便是他不会哄你，但他不会说一句话，他有一说一，该关心你的时候他关心你，他也绝不夸大其词。但问题是你习惯了呀，习惯了男生在假模假式的嘘寒问暖，但婚后呢，这点待遇全没了。如果他真的像你的前男友一样，你烧到了手的时候，他大张旗鼓，表示出莫大的重视，带你去医院，然后嘘寒问暖。但是呢，在你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可能又不能付出他的忠诚。那你想想看，和你的前男友比起来，是这个踏实的好，还是那个所谓的能够尊崇你的那个花架子好？我认为他很真挚，虽然他不会浪漫，但是浪漫又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呢？所以我觉得你还大抵算是聪明，知道这样的男生不容错过，那你就好好珍惜吧。就这样。我对跨国恋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担忧的。文化差异会对情感带来巨大冲击，他需要在这种关系当中的两个人有特别深的包容力和理解力。大概大家说的那要爱足够，你检讨一下有没有，你也检讨一下有没有。如果想跨过这个，那就好好爱；如果觉得跨过不了，也别互相折磨，好吗？下面的时间留给他们自己，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还记得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我陪你写歌，我们一起跳舞开 party， 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现在这么多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1年以来发生这么多事情，我都已经很努力的去改了。或许你已经感受得到一点点了，我已经很努力去改了，但是为什么每一次一吵架你就忽略了我所有的努力？我知道你平常跟我在一起，我很幸福，而且我很开心，但是我也在努力跟你说话，但是你都不想让我跟你说话，你脾气那么大，你不太宽容，你太着急了。我跟你说了，但是你不想改，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现在，好，时间到谢谢两位，请回吧，好好后面考虑一下
回归到问题本质的时候，又变成了指责。来，请关门。就是这样一对异国的恋人，他们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但是在他们的表达当中，你还能感受到他们的那点情感。那么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马上开始。请开门。话筒有请。好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你是我世界的中心，我永远爱你，我不想离开你，我想跟你在一起，我的美人鱼。哎，不是，你们那个非洲不是很会跳舞吗？你应该围着他跳一段舞啊。而且你自己就是搞艺术的嘛，你不是搞艺术的？可以唱歌吗？唱歌跳舞，你来一段。感觉天空不让泪流下，不说一句埋怨，只是心中的感慨万千。当作前世来生相见，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我不说这永远，永远的永远，却陷在爱的深渊。你说是我们相见很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再爱也不要紧，浪费千万遍，哪怕遇上很累累，我也不管。来吧，送礼物来。和好的情侣可以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的幸福游大奖，你们自己喊开始喊停好吗？来，开始。开始。停。恭喜两位，请回。拜拜。祝他们开开心心的一起往前走。我们这个现场能做到的，就是祝福那些珍惜爱情的人，珍惜眼前，努力追求幸福。看看下一对嘉宾遭遇了一些什么。我是一个有梦想的女孩，正好我现在大学也快毕业了，我想通过我自己的想法、计划来实现我的梦想。而我男朋友呢，他总是给我强加灌输他的思想，我不喜欢这样。梦想，每个人都有梦想，我也有梦想，但是梦想当不了饭吃。真正在生活中，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件事是小事？可是我的对象每天都在抱着那些幻想，他总是觉得他能更好，或者是能有更大的发展。其实很多事情，从我的方面去考虑，我认为真的很幼稚。他总说我太幼稚，但我觉得是他太现实了。现在不管我做什么的话，他都说我不对；不管我在我工作方面有什么想法，他都会给我否定。他这样的话太强势了，我觉得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我们两个矛盾很多，没有办法在一起了。那这一对的理想和现实冲突到底有多大呢？让我们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孙，26岁，来自辽宁，是一名职员；女嘉宾小聂，23岁，同样来自辽宁，是一名学生。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怎么认识的两位？
我们两个是之前父母有认识，然后就给我们留了那个联系方式，就是加的微信。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跟他处对象、交朋友，因为父母是在一个极端偶然的场合下认识了。那天可能也是喝酒喝多了，然后正好我家有个儿子，你家有个女儿，然后就双方用我们东北话讲叫嘎个亲家吧。啊，其实刚开始我是很反对的，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学还没有毕业，毕竟是小姑娘，肯定说很多想法什么的会很幼稚。我在这个上班这几年呢，不能说有多成熟吧，但是就感觉现在如果再说出那种特别梦想的女孩的话，处对象的话，那你不是也对人下了手了吗？是因为后来见面了嘛，见面之后就感觉小姑娘还行，那不就得了吗？挺好的吗？但是，哎，我因为现在毕竟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学校，然后整天3点一线什么的，没什么事儿。现在我是离校了嘛，但是还没毕业呢，涉及到工作之后出校门了，事儿就比较多了，问题就出现了。都啥事儿啊？我吧是有我自己的想法，我有梦想，我想自己做点什么事儿。然后呢，他呢就总想让我按照他的道路走，然后按照他的想法。你把话说全了，把故事讲完整了，那是那么回事吗？是你有梦想，我可以支持你。关键你的梦想是一个吗？你有多少个梦想啊？你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梦想，每一天都有一个新的想法。你说我怎么支持你？你们能具体点吗？他都做过什么梦想？之前我在学校的时候上学嘛，3、4月份的时候，我就想在网上往外发简历什么的，然后有公司就来我学校面试，然后面试之后就觉得我还行，希望我到那儿去工作。找完工作之后2个多月吧，那单位就没有什么信儿。我也没想太多，我就寻思那可能是那个他们公司有公司的安排，我也不能太催着人家是吧？然后等到后来到6、7月份的时候，他就又联系我了，说那公司一直在筹备啊，然后怎么样的，现在都准备完了，希望我离校之后，然后就那时候过去。你把故事讲完整行吗？这是一半，后一半呢？你去那个地方中间耽误2个月时间，你天天在那等信儿，咱不说。你说去了之后，一个单位如果是一个要正常的单位、正经的单位，他连合同都不给你签，你去干什么去了？他是没给我签合同，但是你想，我也没有毕业证啊。那我刚到那儿去实习，人不得考验我一下，也看看我行不行啥，上来就给你签个合同啊？这样我觉得也不靠谱，人家肯定有人家理由啊。结果怎么了吧？结果就是高潮了，工资呢？你说上一份班连工资你都没有，然后你去干什么去了？不是第一个月那个时候，他们公司是每个月6号开工资，然后到6号的时候我就做了几天，也不太好开，不太好算。第2个月不也没给你开吗？第2个月那个时候不是赶上我那个请假了吗？他开工资那几天，我正好请假了，然后那个他就没给我。什么公司？你告诉我。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他不光说的不签合同、不开工资。他的领导每天都跟他谈梦想，而且这种梦想我感觉，一般的人都不会觉得这是个真事儿。跟他讲啊，我们公司虽然刚成立，人还很少，但是说的过些日子，再过个1年，我们就可以开很多家分支机构，到时候你就可以回到你沈阳、你家乡，你就可以让你去当总经理。然后说我们公司努力，以后还会上市，你还会成为股东。这话你怎么都能信呢？我就纳闷了。这个老板当时是他属于是老板之一吧，就人确实是特别好，然后对员工平时什么都挺关心的，而且那个地方包住，然后也看着那么大办公室在那儿。你说谁知道那当时谁知道他是个骗子呀？还有什么呀？啊，接下来就是他这个念念不忘的兼职的事儿啊。因为我觉得他以前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打一些兼职啊、一些散工啊，可以就当培养社会经验了。但是现在说离校了，有这个实习期，应该正经找一个像样的单位。你不能这么说呀！我确实是以前上学的时候都在做兼职，但是我现在毕竟也没毕业呢，临时找兼职怎么了？而且我找兼职我也赚到钱了，不像是说我找兼职也没有赚到钱。包括我以前在那个学校上学的时候，那我找兼职赚钱，起码也是同学当中赚的比较多的了呀。主持人，我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做兼职，那时候有一个手机品牌推广活动，然后他就是那个宣传嘛，然后就说要找那个打水鼓的，就是这么高的那种，然后
透明塑料的，下边有灯，上面放水，然后你一打就会溅起水花那种的，那种鼓，4天那个时候赚了2000多块钱呢。你说你打水鼓，你可能打一辈子水鼓呢，你怎么老讲打水鼓这事儿呢？再说，即使现在行，你想干点兼职，你说你干兼职就干兼职吧，你为什么非得把我也拽到这个兼职群里呢？兼职圈里呢？你让我去干这些东西呢？我是有正经工作的人，你说让我去干兼职，不是你有正经工作，为什么不能干兼职啊？丢人吗？我是为了他好啊，就是前一阵沈阳有车展需要兼职人，然后我就去了。你的妈啊，李怡，他兼职主持人，呢？你猜猜，你看看我能单纯吗？在车展里车展里啊，就保安啊，维持一下治安啊，发下宣传册、布展啊，都可以啊。当保安我也认了，啊最起码你说能就干嘛吧？擦车去了，擦车也没什么呀，给钱吗？给。你说擦车跟我一起擦车的都是18、19岁的人小孩儿呢，就是每一个客户他看完车之后都有在车上会留下印子嘛，手印儿。我们就专门负责擦那个的。本身我家就是沈阳，你碰到熟人，你说怎么说呀？这事儿多尴尬呀！嗨，陪女朋友呗，那有什么呀？你说我又挣了钱，还有有陪了女朋友，多好啊！你去擦车也是凭你自己劳动成果赚钱呢，也没说咋地。我不觉得这是见不得人的事儿。再说那确实给你开工资啊。那你考虑过，我如果看到熟人，我不尴尬吗？我如果也是18、19岁行，跟你一边大，刚从校门出来也行。你说我快30岁人了，然后跟他擦车呢，这事儿咱过吧。不是主持人。这个擦车是擦车，这我也认了。你说他既然想去干这份兼职，想去当这个礼仪，那就好好干呗。也不去，我们开车回来，这一道上跟我埋怨他站这位置有多冷啊，然后又是吃不饱饭呐，要不然好不容易饭来了，就饭是凉的，然后又讲别的展位礼仪给很多钱，他给的少，就是总是在埋怨在抱怨。我心里就跟你说那么几句话，能咋的呀？你跟我说了一道，哪是几句话呀？要不然你不说这些话，车能撞上吗？对呀，你不就想说这件事吗？那你把车刮了赖我吗？那我要是知道我跟你说2句话你就能把车刮了，那我跟你说话呀？我原来也说，我说兼职这份工作会很累的，要是当礼仪会站一天。他说没事儿，我能站得住，我体力好。女人抱怨你听听不就得了吗？你还去撞车，你也是。不是主持人，这是，就是很多道理我跟他讲嘛。可能我现实一点，想法我感觉没有错，我感觉跟他讲的现实一点、直白一点的，我怕他重复我当初这个。我到现在没听他有什么梦想，你不是说因为梦想吗？我没听出他有什么梦想。他现在的梦想就是希望留在大连。啊，你家是沈阳的。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在大连不回沈阳呢？因为我这几年上学都在大连，然后同学啊、老师什么的，熟人也都在大连比较多。那你说我到这边来都得从头再来，我为啥不在大连好好的？而且大连环境好，是海边的地方，人也熟悉的比较多。什么叫从头再来？你在大连做什么呀？兼职。我在大连，想在大连做兼职当领队挣钱。啊。我感觉都可笑这种想法。是跳舞是吧？不是，就是兼职就兼什么都有，礼仪了、导购了，这种乱码七糟的东西。最主要是他想当领队，希望我陪他去大连啊，把工作什么都丢掉。那你那边工作怎么样啊？现在不是很好，走不开，因为钱什么的都在公司里套着。啊，自己开公司了是吧？不是，我是公司员工，但是我们公司是属于那种金融端口的，像炒期货的，我们是炒玉镯，总公司在北京。北京那边运作的不好，把钱现在基本都沤在里边了，出不来，所以说我也不敢离开这个公司，我怕人走了，钱真没了，找都找不回来了。啊，明白了，他这公司也挺风险的。你说你这公司这现状是这样，你钱已经放在里边了，你也拿不出来，你在这待着也是待着。我就说咱俩出去玩2天，去旅游能咋的呀？你为啥就不能跟我去呢？你不就是觉得啊，我去那地方都是小孩愿意去的地方，不实际，咱不如。那时候想跟他去韩国，去了吗？没去，他不去啊。我公司那前儿根本走不开啊，有点时刻关注点状态，因为我怕到时候真是什么都没有了。我明白了，理解。你说你在那儿待着，那钱也是在那儿放着，你不如跟我出去多玩一玩，走一走。你现在说1000道1万，你不就是希望留在大连吗？坚持着你这个叫做兼职的梦想和领队的梦想，然后希望我抛弃一切，然后跟你一起去大连发展吗？对呀，我在大连怎么了？那时候我同学都有在大连找工作挺好的，1个月都开个万8的，我为啥不能留在大连也找个工作呢？我问一句啊，有没有这种可能哈？你先留在大连，你等沈阳的事儿处理完了再过去。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变成真正的异地恋了。异地恋的话，我相信咱俩不会长远的，所以我也不希望发展成异地恋。那你不是不相信我吗？你为啥觉得异地恋就不会长远呢？我觉得异地恋根本就不可能维持情侣的关系状态，肯定会早晚点出事儿。
我以前也不是没跟你讲过，我以前发生的事儿，身上发生的事儿。你以前身上发生什么事儿了？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交了一个女朋友，啊在一起时间更久，能4年左右吧。嗯，然后后来也是毕业了，女方家里可能觉得你小姑娘，你回家这边上个班吧，等小伙稳定了然后再说。结果这一回去可好，到最后他就。但是他是他，我是我，那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当然所有人也不是都跟我一样。咋的？他会因为这些事儿就跟你分手、啊？我就是因为太了解你的性格了，所以我才说咱俩不可能异地恋。你说你真是像那种传说中的女强人那样吗？能处在那儿自己能成就一番事业？你也不是，你也需要人照顾。你说你自己去大连的话，我不在你身边。你说你生个病，受个委屈，你还老喜欢抱怨。你说你跟谁说？你跟别的男的说，到最后你俩不成情侣了吗？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就来大连照顾我呀！我没不让你来大连照顾我。现实情况是你想没想过，我来回这么大连这么折腾，先不说经历的事儿。你说这钱也是一方面事儿啊，再说我现在也跟你说了，现实情况钱都在里边套着，我现在手里没有那么多宽裕的钱。你说我现在沈阳的什么圈子什么都不要了，然后跟你一起跑去大连要追梦去，在大连那个房价那么高的地方，怎么可能结婚呢？你怎么不考虑这么多现实的事儿呢？我跟你说，我听他们俩吵架，我特心酸，你知道吗？资料上面说你只有26岁，对吧？对，23，我怎么觉得这两个人年龄好大好大呀？其实也挺普遍，怎么办呢？听听老师们的意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梦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愿意去尝试，即使他失败，也应该去尝试。如果他不走出现实的第一步的话，他永远那就是梦想，永远都是他的目标。谁挡了他的路，他就会怨谁一辈子。你们俩现在就处于这个阶段。其实我知道，因为我也是从那个年龄段过来的，但是我就是怕她受伤害。你说她一个小姑娘，如果真说她想走那份工作，她没有成功。但是小伙子，有些伤啊，还必须得自己去体验一下，伤有多痛，他今后才能够不犯这份傻。你始终挡着他，他始终觉得那就是对的，可你又没有能力足够的说明那是错的。他现在不服你，理论上是你自己也被骗了。我就没听说过哪家公司要自己员工的钱投里头，然后你员工要是看不住的话，这钱有可能就没了。你在当中也是让人看起来你也是被人骗了，你凭什么去说服他呢？所以千万不要在女朋友面前以一种成功人的姿态去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现在没这个资格。女孩，每个人都会有梦想，你要先分清楚一个活儿和一份职业，这是两个有区别的。我再普及一个知识，即使你是在试用之前要签好合同，然后呢要标明试用期是多少，什么样的资格你能转正，那是要看工作具体的 KPI 去表现。即使你上1天班，你要给你结算1天的工资，否则拖欠工资，这是违反劳动法的。男孩子今年你有26岁是吧？其实我觉得你的年龄应该接近30。刚才你说快30的人，就是你已经把这4岁直接从心里26岁跳到30岁。这位姑娘呢，我觉得你今年23岁，她给你定位其实挺准的，就是到18、19，因为你还是一个山花烂漫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是觉得你们俩实际年龄虽然差3岁，但心理年龄差10岁，就特别容易在心理这个位置上产生一丝的变化。因为在恋人之中特别容易不由自主的角色扮演。我经常遇到一些女孩子扮演母亲，但是我今天看到一个男孩子在扮演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你扮演父亲角色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的去扮演女儿的角色。如果父亲对于女儿很多的事物不认同，而采取一些以经验的方式来说的话，比如说你体会到了，但是你不能剥夺他体会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说他为了获得这样一个体验的一个机会，他一定要跟你去反抗。你说的再对，我都认为是不正确的。那客观的讲，这位姑娘，你如果在而不认识她，你就听她说，你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吗？会有一些道理，会有一些道理。但是为什么她说就没有道理了呢？就是因为你们俩这种相处的关系已经造成很深的这种抵触了。但客观来讲，你的很多的一些选择，有的时候也挺冲动的，也挺不靠谱的，对吧？所以他说的对，但是你不愿意承认，因为你觉得如果你承认他说对了，就意味着你要向他去妥协。
所以你们这个不是异地恋或者是本地恋的问题，其实你们两个人的人生规划现在是有落差的。男孩子他所考虑的更多是从婚姻角度，而你我觉得更多的是想谈一次恋爱。什么时候你们两个人这个共识能达成一致了的话，你们之间的矛盾将会少很多。爱情追求完美原则，但是婚姻追求现实原则。但虽然婚姻是追求现实原则，但一定要建立在希望的基础上。但是我从你的言语和眼神当中，我看不到希望，因为你哪说的，你都是往事物最坏的方向发展。比如说，你要是留在大连，你就一定将来不属于我；你如果按照你的梦想去行进，你就一定会失败。如果我们再这样下去，就一定像我的前女友和我之间一样。你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你看不到希望。你知道这有多可怕吗？你长得挺阳光的，身材也挺健壮的，但是为什么从你身上一点都看不到希望？你才26岁，你觉得我说的话是判断是正确的吗？你一直是阴郁的，耷拉着一个脸。我告诉你，你找到一个这样的心理年龄远远的小于生理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女生谈恋爱，你就几乎要注定要陪着她犯错，这就是你找这种女人的代价。但是你在陪她犯错的同时，她也给你带来了快乐。其实你是痛并快乐着。如果你找一个跟你一样的这样阴郁的人，你更加快乐不起来。你现在可能生活当中仅有的几分笑脸，也只是他的那些你看似无知幼稚的事儿给你带来的快乐。所以你这一点很不对，你太没有希望了。还有一点，即便你的工作说你要往里面套了钱进去，我可以冒昧的问一下，你套了多少钱进去？大概30万左右。30万都是你的所得吗？还是有家里的钱？也有家里的一部分。你自己有多少钱？20万左右吧。你26岁工作多少年？5年。你工作5年，自己就存了20万。是。那你可以呀。这30万是如果要走的话，是全亏进去吗？到最后就是提了一堆没有用的镯子。那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就从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好像你自己也不是特别慎重的。你的那些所谓生活的经验和成熟的思考，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没有体现呢？本来以前我都是很稳的，一步一步的。遇到他之后，我想找对人了。我也希望说了，尽快的有一个。你看啊，一个看似你这么稳的人，这么面对现实的人，却犯了一件这样的投资错误，而且却找了一个这么不靠谱的女孩子。你按道理来说应该找个极为靠谱的，就是马上愿意跟你在一起结婚，你走哪儿他跟哪儿，是吧？你出去工作他就在家里老老实实带孩子，你应该找个这样的人呢。你为什么不找呢？其实你内心还是渴望希望的，所以你会找个这样的女生。那我再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20万重要还是他重要？他重要。既然是他重要，说句难听的，你才26岁，你还有太多的机会。如果我是你，我宁愿陪他一起去犯错，因为最浪漫的事情就是一起成长嘛。你不能永远看不到希望，你应该在生活当中树立一些希望。我们说生活虽然是现实的，但我们想一想，柴米油盐酱醋后面还有个什么？还有个茶，茶代表的是浪漫，前面代表的都是现实。哎呦，你哭了呀？你哭啥呀？是我说那番话感动你了吗？但不是每个男人都会这样去做的，更何况他才26岁。他如果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去做了。哎，其实你自己内心也应该非常清楚，你做了挺多不靠谱的事儿，对吧？说句实在的，其实我挺不看好你们俩。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魄力陪他去犯错，然后告诉他，其实我早已做好了犯错的准备，但是我愿意。那我觉得这是成长的代价。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勇气，没有这样的包容，那你就不要找个孩子气的女人，你去找一个成熟的女人。那样的话，你的日子一定是安稳的，但一定是没有味道。你怎么自己去想吧，好吧？就这样。我同意涂磊说的那段话，你这个人身上一点希望感都没有，暮气沉沉。就我刚才听你们俩那个冲突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怎么像50、60岁的一个进入到更年期的一对老夫妻在那儿讨论这些事情啊？
女生有一点需要修正一下，为什么要做领队？如果说做领队是我喜欢，我觉得做它让我人生都是快乐的，是骄傲的，我当然要去做领队。如果说，哎，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能挣钱，或者满足我目前的一个什么愿望，我建议就别做了，何必为那种东西牺牲你们的情感呢？对不对？想清楚要的是什么。哎，阳光一点嘛，开心一点嘛，没什么嘛，20万可以从头再来吗？这么年轻，是不是？自己考虑吧。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觉得我压力越来越大了，可能也是希望想尽快给你更好的生活，怕你受苦，怕你受委屈，想把最好的都给你，但是步子迈太大了，现在造就这个结果。其实我知道应该更快乐一点，也谢谢你一直陪伴着我，我还是希望咱俩能好好走下去。其实你不用谢我什么，任何事情、任何选择都是我自己选的。反正今天现在，我再想想吧。请亮灯，来，请回，谢谢你们。来，请关门。看到了一对好像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打架的情侣。其实，如果一定要把它归结到爱情的这个范畴当中来，我们会发现，爱的动力还没有那么足，因为人家不是说吗？说有爱的时候，一切都能克服。我先进一段广告啊！下载使用天天圈，提出情感问题，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涂老师1对1的指导。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点击左上角的宝箱抽取现金卡。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请开门。你决定去沈阳是吧？还没有。你是决定去大连？他如果一心想留在大连的话，管他去大连。你出来干嘛来了？你又不留在沈阳？就是其实我听专家老师们说，勾起了很多我以前的想法啊。我发现走出大学校门以后，我有一些事情我确实不像以前那么青春，然后乐观。要保持啊。对。所以你想、啊、这一点要保持。对呀、啊，所以你想，如果在这个时候在你身边有一个人默默地支持着你，你以后还爱着他是很幸福的。你还爱他吗？还爱他。那你刚才干嘛不让他抱你啊？因为裙子会走光。啊，因为裙子会走光，你还是考虑得很细的嘛。你轻轻地抱一下，别让他走光啊。走光了，走光了。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其实一直以来我给过你很多东西，唯独没给过你戒指，因为我觉得戒指这个东西一旦戴上了，就是认准对方一辈子了。今天我给你戴上，我希望我们俩能永远的走下去。我也会改我的那些毛病，让笑容逐渐慢慢回来。因为我知道你永远是我开心果，你也一直在逗着我开心，谢谢你。这个。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老师。恭喜两位啊，恭喜恭喜！和好的情侣可以抽取价值500到3000元的幸福游的大奖，你们自己喊开始，自己喊停，来，开始，停，停。恭喜啊，2500元的旅游基金
谢谢，请回，祝你们幸福。刚才他自己说了一句话特好，也许我想给他幸福的生活，所以我跑得太快了。其实有的时候，太追求一些东西，反而会让你失去的更多。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老涂有话说。甜甜圈的用户提问说：“我婚后发现自己爱的是另外一个人，我很苦恼。我觉得背叛婚姻不道德，一边是我一生最爱，一边是爱我的老公，伤害谁都不忍心，我到底该怎么办？”精彩节目稍后。在结婚之后才发现一个真爱的人在向你招手，这一定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你一定是有一个长期接触的过程。所以说，如果要说你背叛了婚姻，你已经背叛了。所以除去这些所谓的道德的枷锁，好好的想一想，你的心是否足够的安分，你是否能够安下心来过日子，忘掉你那个你所谓爱的人。如果不能的话，就不要继续这段婚姻。如果能，接下来要问第二个问题，问问你的丈夫是否足以大度，不计较你曾经精神出轨。感谢途牛旅游网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途牛旅游网提醒您，节目播出期间打开途牛 APP， 赢出100元现金券。要旅游找途牛。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的节目信息请关注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欢迎大家登录优酷土豆、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网、PPTV 居力、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传递生活正能量，天津卫视。